各位朋友，今天我们先要讲中国的中古世纪的回忆。假如中古世纪按照欧洲的界定是蛮族入境的时代，破坏了本来的局面，改成了一个大的新的扰乱的时代。以这个定义来讲的话，中国的应该是五胡16国，那中国的本来的秦汉大帝国颠覆了以外，搞得乱七八糟。不过这个断代，说中古这断代，其实不是中国史学里边的一部分，在欧洲史学介绍过来以后，拿欧洲的经验强加之于中国身上。这个介绍工作是日本做的，日本人向来介绍欧洲是比中国早一点，原因是日本开放时到了日本的西洋人是荷兰人，荷兰是新教系统，而且荷兰的整体讲起来知识程度相当不错。那么结果在中国介绍西方的葡萄牙人有相当的差距，所以荷兰传进来的呢是西方的，等于是临近革命以后的观念，所以古代是古典的时代，中古是个 interruption， 是中断了搅乱的时代，然后近代是个重生的时代。这三分法日本人拿过去以后，中国人就接过来了。接过来的过程之中是在这个差不多清末民初啊，那个过程是很草率，也是可以说囫囵吞枣。当时中国人被鸦片战争一棒槌打到底以后，这个手足无措，捡了篮子里面就算菜啊，就拿日本人介绍的西洋观念整个来当作世界史的通则。这个所谓进步观念，这个真的是都是一起理性主义的呢，都摆在一条线上介绍进来。所以中国接过来以后，就硬要派中国有个这个中古时代跟欧洲一样。赶巧的，中国是有一段是秦汉帝国溃散以后，一段大乱，内部大乱之后，进入了一个扰乱时期，所以五胡16国纷纷进入中国，至少16个民族群，建立了16个所谓国家。这里头大概3个西边来的，13个是从东边来的。那么这一段时候呢，维持的时间有200多年，所以因此就我觉得很好，这也是蛮族入境时代。但我要说的呢，这一段是中国的经历和这欧洲经历很不一样。将来我们在讲欧洲时候再细说欧洲的。我们中国的那一段时期啊，跟欧洲相比起来，大原则上，中国是地主国，就被侵入国家，面积大，人口多，进入来的蛮族人数不到1/10的中国人口。假如以北边而论的话，也不到五六分之一的人口是被扰乱的。那么当然是中原的大部分在北面，可中国有个2线退步，所以这个永嘉南渡以后，至少江南半壁那时候还没完全开放，给了中国一个机会开发江南。所以整体讲起来，永嘉这个南行是个很悲惨的事情，南渡是个很悲惨的大的刺激，可是对中国受到损害，老实讲不是那么了不起的大。北魏已经被黄巾之乱、三国的纠缠、晋朝的这个八王之乱的人已经搅得乱七八糟。北面的败局啊，并不能完全怪在这个蛮族入境，再加上那时候有几次大的瘟疫，跟今天我们面临世界瘟疫不一样，那个规模可大得多，而且死亡的人数多得太多。
所以整体讲起来，五胡乱华在中国的损害上，并不是什么大的比例上，并不是不可恢复，对中国本身的格局也并不是不可改变。而再讲五胡进来的13个东边来的，并不都是游牧民族，而且进来过程并不都是一路掠夺进来，已经有相当大的部分移民到中国内部的边圈境上，而且这13群人建立13个国，他们都是一半农耕，一半是采掠，一半游牧。等到他离开了森林，他才变成游牧。所以这个经验跟进入欧洲的蛮族不一样，而到达的中国是已经成熟的精耕细作的市场经济的农业。这个农业多元化、市场化，生产量大，吸收劳力大，村落的结构密集，广大农村不是被城市丢在外面的一片。在中国经济中，丢在城市外面的其比重比城市里面还大。农村的结构基本上每一个村落都有比较核心的一群人成为当地的主要的领导者，我们可以讲说这个精英部分者吧，受过相当的教育，有机会参与统治阶层，他们彼此间有联系，而他们这个领导权在农村里面是相当稳固，因为他们不是剥削，他们也有相当程度是服务，也有相当程度是集中了财富重新分散，所以这功能和欧洲的地主以及欧洲城市里面市民阶级很不一样。这个背景就使得中国的这五胡16国之后，北方的农村改造，农村就有屋堡，农村的领导阶层在村子四周围建立了城堡，那农村包含在内，跟欧洲的城堡不一样。欧洲城堡是游牧民族进来自己建的石头堡，在村庄以外，碉堡里边的人、堡垒里边的人统治剥削村子外面人。从希腊的时代到罗马时代，以至于到这个蛮族入侵时代构成封建，都是如此。和中国的屋堡不一样，屋堡是领导阶层跟广大的农民都在屋堡后面互相合作，保持自己内部的安定。屋堡与屋堡之间有联系，或者点跟点之间控制之后，点外面的田野是胡人的地方，屋堡里边是汉人的地方。这个对立的局面使得汉人同化外面的人的机会和外面人同化那边人的机会一样大。后果呢是5个对1个，这个比例，汉人比例大，汉人同化的工具大，文字、文化、工具、组织。这后果是到了后来北魏就开始了，接下去之后北魏就变成了一个征服王朝，而征服王朝等到它里头开始改变的时候，他废除部落，回到接受了中国的李家的制度，他们同化了，宫殿同化了，统治方法同化了，寻找儒家的精英来做官员，儒家的这个知识分子和马背上的胡人共同统治这个国家，有100多年。
所以这个变化就和欧洲的破坏性的一波又一波铁基进来蹂躏糟蹋的局面很不一样。等到这个时期过去，隋唐接过来，隋的时代很短，唐的时代很长，南北统一，中国变成辉煌的中古。不但汉人文化复活，吸纳了西域传进来的新的西边的佛教、显教、波斯教，这个叫做景教，以及最终这个解脱的信仰，来生或者这个乐土的观念，这都是给了中国新的文化的滋养。物质上，炼钢业、这个化学、农业的改进、农业的这个种植的项目的增加，外销的丝绸换来了西方的琉璃、珍珠、刀剑等等等等，是中国的中古隋唐，所以变成大唐盛世。光彩耀目，世界最光辉的一个部分。税一城的李白是第二代的侨居在中国，他爸爸叫李克，就是李克外来人，他没有名字叫李克。李白到了中国根本就不想走了，李白完全被中国融化了。李白的叔叔变成中国官员了，这是一个例子啊。所以中国对那一段的从混乱到复兴过程，这个上升的，不是下降的，是中国胜利的，吸纳了新的民族成分，吸纳了新的文化成分，改善了南北的结构，南方呢开拓，分担了北方的残破。等双方复活之后，中国开发的疆域大了汉朝的30个帕到40个帕。所以中国人对中国的回忆不是一个灰色的，是个灿烂的、乐观的。这个就使得中古以后要改变、要改革的驱使就不太强大。等到宋朝又是2次南渡，这中间又一段混乱，5代的混乱。5代混乱基本上不是外来人，是外来的雇佣兵到了中国变成军阀。这军队实际上已经华化了，这他没有根，他做兵掠夺，再加强盗，强盗的根本农村破坏的农民，不是农民革命，农民被自己革掉了。黄巢、秦宗权都是100%的老百姓啊，他不是革命啊，他抢农村啊，不够吃就吃2脚羊，吃农村里面的人啊。这不是农民革命啊，是大乱啊。那么中间那段确实非常残破，但是也展示有复兴的机遇。南唐前蜀后蜀都基本上做的不算顶差，甚至小小的湖南，在那个5代时期，湖南的烧的瓷器啊，在北方瓷器不能南运输出的时候，湖南烧的瓷器外销的项目啊，福建的瓷器在浙江瓷器不够用的时候，得青窑是不是也是好外销项目啊？浙江的瓷器精益求精，完全代替了北方的这个邢窑和汝窑，所以南方的更进一步复兴，
使这一段的过程回忆起来也不算长。再加唐朝拿整个的货币制度融入经济，使得中国脱节离开了实物经济，进入了货币经济，这个走到商业文化的第一步，那步走的不算长，有官方主持的交换，官方主持的储蓄，官方主持的代换和这个办银行制度、保险制度都有。有官方主持的国际贸易，这个一直延伸的宋朝继续在做。有官方主持的大的生产业，砍伐树林，这个制盐、炼铁、做酒等等等等，能赚钱的官方都参与。那国家资本主义啊，世界上第一批成功的国家资本主义。宋朝的过日子不靠田赋，靠的是兼确的收入。唐朝在安史之乱大乱以后恢复的本钱是靠的转运使，不是靠的田赋。所以这个整个转换很长的一段中国的中古主时代，是一步一步的走向新的制度，提前欧洲在中古以后的这个商业革命提前了好几百年，而且规模庞大，内容复杂。这一段的评估，全汉森先生做了很好的解释。这一段全先生解释，对于西方那时候对马克思主义的跟那个亚当·史密斯资本主义前后两套解释，全汉森提出解释，可以让两套融合，得到更完满的转变史。等到最后宋朝亡了，蒙古的蹂躏，中国是吃亏了。中国吃亏比中东吃亏、西方吃亏要好的很多。为什么呢？中国只有第一段蒙古灭掉金人的时候，北方相当吃亏。蒙古征服南方，没有太多的游牧民族的砍杀、屠杀、屠城这种事情，中国碰到不是那么悲惨。因为蒙古在中国建立了一个最早的一个汉国，拿它作为大汉的后方的基地。蒙古在中国出发西征不亚于5、6次，大汉亲自主持，每个大汉都亲自主持，但留守的是上都的大帐，他大都是在北京，大汉的帐在上都，在蒙古本国。所以中国的资源支持了蒙古的西征，所以蒙古糟蹋了中国，糟蹋程度跟糟蹋欧洲比，糟蹋中东比要相差相当远。所以这个是我说的大概的中古的回忆，是跟西方回忆很不一样。就是中国的西边的胡人是以突厥为主，以吐蕃为副，维吾尔为鄂，就今天维吾尔的祖先是突厥的一个分部。这些人是西方的游牧民族，他们并没有深入的介入中国的内部的战争，他们最多就跑到了关陇一带，因为他们来不及打进来，这边就被东方的胡人就占满了，所以
突厥在中国历史上是短暂的一段时候啊，是在这个北朝差不多溃散的时候，突厥在北方主人，所以隋唐刚刚初次出现的时候，还向突厥低头，但隋唐很快强大的之后呢，突厥撤退到西方去，他注意力就在西方。而南北朝里的北朝丢在中国西边的两个部分，一个西夏，一个西辽，就是今天的这个宁夏、甘肃，以至甘肃、宁夏，以至的新疆边上，这两个西辽、西夏都是东方来的胡人的余部，亡了国了，在中国他们的国家亡了。他王子跑到中国的西边去建了两个国，这两个东方胡族接受了中国部分的文化资源，在中国的西边建了两个小国家，到维持总加起来到100把年了呀，居然变成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一个防火墙、隔水舱，使得蒙古军队向西打的时候没有回头再骚扰中国，而在这两个国家的成就和统治的这个格局和这个安定，使得西方的就是更远的西方，阿富汗、中东回小的中国的时候，那中国的南方，蒙古大汗的北方，两个西夏、西辽4个，当作4个桃花石。桃花石，我的解释，托巴氏叫东方帝国，是吧？这个4个国家是安定的、秩序好的、文明的，所以这个不是回忆，这是他们的遥远的烛望，用他们遥远烛望来借过来看，叫中国人如果回忆这段，会不如隋唐，但是不是顶差。倒是假如我们拿长长的中古延伸到宋代的复活，而宋代复兴又被这个蒙古中断的话，明朝应当是禁古的开始。这个15世纪到17世纪相当于欧洲的禁古，这一段是中国回归了中国的本国，汉人完全统治，是中国的朝代。但这个朝代划江而治，他画了个长城，修了明长城，那关外长城以外不当中国看了，捉回来了。所以这个不是对北方对西方都不是开展的时代，西方他到玉门关为止，到他向南方开展，郑和下西洋做了，但是走了7次，没有留下根来。原因他是要拿跑出去中国人注意他们，并没有在那边建立新的国家，抓了2个中国人回来，他们在外面建立了小小地方政权，所以这个都退缩的情形。徐达开边是为了北边城墙，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停止更多的向外开展。所以明朝是内缩的内卷的朝代。这内卷的时代更不幸的是，他承袭了蒙古人的专制，绝对的专制。中国儒家知识分子可以约束君王的机制，在明朝被废掉了，因为王朝的皇帝是绝对的权威，皇朝的爪牙太监是不是人，这不是人的人就因此做不是人的事儿，可以残暴，可以凶狠，
说明朝内部斗争非常辛苦，儒家的文化的持守者要和皇权的斗争，前仆后继，从方孝孺开始，一直到了最后的最惨最辉煌的东林党辐射鸡舍，一直到东林党辐射鸡舍参与了江南、浙江、福建的复国运动，参与了台湾的复国运动，创造了海外的中国的秘密社会。这个是文武地上地下优秀分子、社会大众都参与和皇权对抗，也和外族对抗。这种的历史，西洋历史里面没有。西洋那个是对抗的教士，对抗君王。教士自己是个权威，自己是压迫剥削人民的。中国的士大夫，以东林为例，我很骄傲地说，以我200年的故乡而已，无锡的士大夫不是剥削人的，不是欺负人的，是服务的，是参与的，是接纳的。所以我很骄傲地说，这个 class 人，欧洲历史上凤毛麟角。这2批人，一批是 Cromwell 带领的反对英国皇权的，还有一批人是德国的就是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尤其普鲁士部分，德国的 Junkers， 这批是武士转化的文士，和中国的士绅的情形类似。就这2批人，他们担任的是地方领导的，也就是反抗军权、反抗教权的工作，是很伟大的。他们今天在欧洲是最好的2批精英。